各位健康之道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志玲。今天要聊一个关系到退休老本安全的重要话题。很多朋友辛苦一辈子攒下的退休金，最稳妥的选择就是放银行定存，图个安心。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看似最安全的选择，其实藏着不少门道。特别是那个很多人勾选的自动续约，说不定正在悄悄吃掉你的利息。记得去银行办定存时，行员常会热情建议，自动续约很方便，到期不用再跑一趟，本金自动继续存。我们往往觉得省事，就同意了。但今天我要认真告诉大家，这个小动作可能是你退休金增值路上最大的坑，因为银行通常不会明确告诉你，续约后的利率很可能和当初的优惠利率完全不同，甚至直接打折。结果就是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每年少拿几千甚至上万的利息。这笔钱如果用来改善生活，该多实在。所以今天的内容非常关键，我会把定存里那些行员不太明说的门道仔细讲清楚，并分享几个真正懂行的人才会用的方法。如果你手上有定存或正打算存养老金，花几分钟听听，能帮你守住应得的利息。咱们辛苦攒的钱，可不能因为图省事就白白损失。记得关注健康之道频道，一起学习把养老生活过得又健康又安心。那首先咱们要说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利息漏洞，就是从专案优惠利率调到普通牌告利率这个大坑。很多长辈当初为什么去存某家银行的定存，往往是看到银行门口挂的红布条，或者理财专员推荐说现在有新春特惠，新资金专案利率给的挺高，比如 1.7%、1.8%， 听起来比平常高不少，觉得很划算，就把钱搬过去了。但这里面的魔鬼藏在细节里，这些高利率的专案几乎都是有期限的，一般是半年或者1年。等这个专案期一到，如果你当初勾了自动续约，电脑系统确实会帮你继续存，但它可不会聪明到继续帮你参加最新的高利专案，它会按银行内部的规定，啪一下把你的钱转到最普通、最低的那档牌告利率里去。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可不是一点点。我给大家算笔实实在在的账，你就清楚了。假设你存了100万元，如果赶上 1.7% 的专案利率，1年下来利息有17000元。可要是自动续约后调到普通的 1.2%， 那利息就只剩12000元了。你看，同样是100万，1年下来不知不觉就少了5000块。这5000块钱能干嘛？能买好多斤上好的排骨炖汤补身体，能交好几个月的物业管理费，能带孙子上好几次兴趣班。就因为我们懒得跑一趟银行，或者把事情给忘了，这笔钱就悄无声息地变成了银行的利润。这简直就像是我们给自己交了一笔懒人税啊！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个陷阱是关于固定利率和机动利率该怎么选的问题。当初咱们办定存的时候，行员一定会问一句，您要选固定利率还是机动利率？很多人可能没细想，随便选一个，或者听行员建议就选了。但自动续约可怕的地方在于，它是按原样续约，你当初选了什么，它就给你续什么。电脑程序可不会判断现在的经济形势是好是坏，利息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咱们往前看，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可能会进入新的阶段。假设从明年开始，为了刺激经济，央行开始降息，也就是把利息调低。如果你当初选的是机动利率，又勾了自动续约，那么央行一降息，你的定存利息就会像坐滑梯一样，跟着往下掉，越拿越少。这时候，如果你没有依赖自动续约，而是亲自去一趟银行，或者自己在手机银行上操作一下，你就会敏锐地发现趋势变了，该做调整了。这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赶紧把利率类型改成固定利率，在利息还没降到更低之前，把当前这个相对还不错的利率锁住。这样以后不管央行怎么降，你的 1.5% 或者 1.6% 都雷打不动，稳稳地给你升利息。所以结论很清楚，咱们不能把这么重要的决定交给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电脑系统，我们必须根据当下的经济气候，自己做出最有利的选择，这才是对自己血汗钱负责的态度。第三个陷阱是很多人完全忽略的复利魔法，也就是本金续存和本利续存的天壤之别。当你勾选自动续约时，系统通常会让你选两种模式，一种叫本金续存，
意思是到期后利息会打到你的活期账户里，只有原来的本金继续存下一轮定存。另一种叫本利续存，意思是利息不拿出来，和原来的本金加在一起，变成一笔更大的本金，继续滚进去赚利息。这就是利滚利，钱生钱的威力。很多长辈会觉得利息拿出来当生活费，买菜买肉多好，所以就选了本金续存。但这有个大问题，如果你的退休金基数比较大，产生的利息其实不少，你并不一定需要马上把这笔利息花掉，结果这笔钱就从定存账户里出来，躺进了活期账户。大家知道活期账户的利息是多少吗？几乎是零，跟没有一样。这笔本来可以继续为你赚钱的钱，就这样变成了死钱，不仅不能再增值，还会被通货膨胀悄悄侵蚀购买力。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除非你确实需要每月提取利息当生活费，否则一定要选择本利续存。千万别小看第一年多出来的那1-2万利息，当它加入第二年的本金，再乘以利率，时间拉长到3年、5年，复利产生的效果会让你大吃一惊。但如果你选了自动续约，且当初设定的是本金续存，你就永远错过了让利息再生钱的机会。讲完这3个隐藏的陷阱，大家是不是有点坐不住了？别慌，发现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接下来，老蔡就教大家3个升级版的定存操作策略。这些方法很多银行的 VIP 客户都在用，叫做拆单数、阶梯存法和大额谈判。先说说拆单数，很多长辈图省事，喜欢把所有的退休金，比如500万，一次性存成一张大大的定存单，这其实隐藏着很大的流动性风险。你想啊，万一家里突然有急事，比如孩子需要一笔钱应急，或者自己突然有笔不小的医疗开支，急需用钱，如果你的500万全都锁在一张定存单里，你就不得不把整张单子全部提前解约。这时候最心痛的事情就发生了，定存中途解约，利息不仅要被打折计算，而且之前约定好的优惠利率也会作废，只能按很低的活期利率来算。为了提取其中一部分急用钱，导致剩下大部分钱的利息都大幅缩水，这个损失实在太冤枉了。所以我的建议是，大家一定要学会拆单。如果你有500万，不要存成一张，可以把它拆成5张100万的，甚至10张50万的。这样操作之后，当你突然需要30万时，你只需要解约其中一张50万的定存单就行了，剩下的450万依旧安安稳稳的在账户里按原利率生息，丝毫不会受到影响。这样一来，既保证了用钱的灵活性，又牢牢守住了绝大部分资金的收益，这才是精明管钱的做法。再来说说阶梯存法，这也是对抗自动续约陷阱的一个绝佳方法。如果你把所有的钱一次性存成同一个期限，那它们就会在同一天到期。万一到期那天你正好身体不舒服，或者在国外旅游，或者 simply 忘了这件事，那么所有的钱就会唰的一下集体掉进自动续约的陷阱，变成低利率。阶梯存法就是把你的资金分成好几份，分别存成不同的期限。比如你有300万，可以拿100万存1年期，100万存2年期，100万存3年期。这样做的好处太多了。第一，每年都有一笔钱到期，你手头始终能保持一定的现金流，心里不慌，不用担心所有钱都被长期锁死。第二，你可以平均分散利率风险，未来的利率是升是降，谁也说不准。通过分批存入，你就能在不同的时间点锁定不同的利率，相当于做了一个平滑处理，不会因为全部压在利率低点而懊悔。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会强制你每年至少关心一次自己的定存，因为每年都有存单到期，你自然就会去银行办理续存，或者打开手机银行查看最新的利率活动。这就打破了懒得管的坏习惯，让你有机会每年都能抓住银行最新的优惠专案，始终让钱享受较高的利率。最后一个高阶策略叫做大额谈判，这主要是针对手上资金比较充裕的朋友，比如你的退休金超过300万，你可能不知道，银行的定存利率其实暗藏玄机，它分为普通定存和大额定存2种，而大额定存的门槛通常是300万或500万起。但这里有个非常反直觉的现象，大额定存的利率反而比普通定存低。你没听错，钱存的越多，利率可能越低。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银行体系里的资金其实挺充裕的，他们并不特别缺钱，尤其是巨额存款。为了控制成本，银行反而会刻意调低大额存款的利率，不鼓励客户一次性存入太多钱。比如说，存100万，利率能给到 1.6%， 但如果你要一张单子存500万，利率可能直接降到 0.8%， 甚至更低。这里外里的差距可就是1倍啊！所以，如果你有500万，千万别直接对行员说我要存一张500万的定期。如果遇到不负责任或者想省事的行员，他可能直接给你办成大额定存，那你的利息收入可就惨了。正确的做法就是结合我刚才说的拆单数，你要明确告诉行员，请帮我把这500万分成5笔100万的定存。你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跟行员商量，我这500万是刚从别的银行转过来的新资金，如果你不给我普通定存的利率，或者有更好的专案利率，那我可能就要考虑把钱转到别的银行去了。相信我，当你这样说的时候，柜台的行员甚至分行的经理都会高度重视，因为他们有存款任务。只要你懂得避开大额门槛，通过拆单来存，你就能让自己的钱继续享受较高的利率。听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会有点生气，既然差别这么大，为什么办业务的时候行员不主动告诉我们？到期的时候银行为什么不打电话提醒？朋友们，这里咱们也要换位思考一下，理解银行的行员和银行的商业模式。第一，行员每天要接待大量客户，工作非常繁忙。如果每个客户的每笔定存到期都要打电话通知、解释、重新办理，他们的工作量是无法承受的。第二，这某种程度上也是银行盈利模式的一部分。对银行来说，吸收存款是需要支付利息成本的。如果大部分客户都选择自动续约，安于较低的排告利率，那么银行支付的成本就低，赚取的利差就大。反过来，如果每个客户都精打细算，到期就要求换成最新的高息专案，银行的资金成本就会大幅上升。所以，从银行的立场看，他们当然更鼓励客户使用省事的自动续约功能。那我们作为智慧的退休一族，到底该怎么办呢？很简单，老蔡给大家总结了一个黄金3步法，请大家一定要记下来。第一步，清查家底，标记日期。现在就行动起来，把你家的定期存单、存折都找出来，或者登录你的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把所有定存的到期日一个一个查清楚，然后把这些重要的日期清清楚楚地标记在家里的日历上，或者更好的是，设置在你的手机闹钟里，提前1个礼拜设置提醒，这样你就有充足的时间做准备。第二步，勤于比较，掌握行情。快到期的前几天，不要只盯着自己这家银行，多花点功夫，上网搜一搜，或者打电话问问其他几家信誉好的大银行，直接问，请问你们银行现在最新的定存专案利率是多少？新资金有没有额外优惠？你会发现，不同的银行为了拉存款，经常推出不同的优惠活动，有时候只是简单的把钱从 A 银行搬到 B 银行，利息就能多出 0.3%、0.5%，这可都是真金白银。第三步，亲力亲为，解约重存，这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一步。等到定存到期那天，千万不要放任不管，让它自动续约，你一定要亲自操作，或者去银行柜台，明确地告诉工作人员，请帮我把这笔到期的定存办理解约，然后我要用这笔钱参加你们现在最新的那个优惠专案，重新存一笔定期，哪怕你还是存在同一家银行，只要你做了解约再重新存入这个动作，这笔钱在银行系统里就被视为新资金，你就完全有资格享受当下最优惠的利率，也可以重新慎重的选择固定还是机动利率。说到底，这就是一场和懒惰的小小博弈。银行最喜欢的就是懒客户，因为这样他们能以最低的成本使用我们的资金。我们年纪虽然大了，但头脑要始终保持清醒，多动动手指，多跑一趟腿，或者多在手机银行上操作几下，就能把本该属于我们的利息一分不少的拿回来，守住老本，稳健增值，让我们的退休生活更有底气，这才是真正的养老健康之道。好了，现在蔡志玲想请大家立刻去做一件事，去检查一下你的定存，看看是不是正在用很低的利率自动续约着，而外面的市场明明有更好的选择。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一下你的发现。
咱们一起看看有多少利息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了。我是老蔡，咱们下期再见，继续聊健康智慧的生活。